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吗？我们来看看中国大陆哦，他在昨天发表了2024年美国侵犯人权的报告，里头提到了哦，美国人权在权力与资本合谋之下被异化为政治的秀场哦，上面的道具跟赌场中的筹码哦，比较有趣的是，过去都是美国发布中国的人权报告，这可能是第一次中国大陆对美国发布人权报告。那我们来看看现在的美国的境况，在人权上面有灼伤吗？有被这个伤害吗？先来看看他们的首都哦，华盛顿 DC 哦，这个地方呢，川普在推动清理首都运动。在一个晚上就逮捕了68名的华盛顿特区的嫌疑犯哦。那这些人呢，这个提出的多项指控包括严重攻击、袭警，还有拒捕。那我们也可以看到更多的国民警卫队的士兵现在前往 DC 啊这个特区，而且呢准备携带武器，因为过去我们看到哦，这个其实美军哦有说哦这个不携带武器哦，这应该是这个白宫说的，可是。后来在礼拜四哦，就前2天的新闻稿啊，美军说如果有需要可以提供武器，所以显示这个地方越来越紧张了哦。华盛顿为什么要这样子被严重的怎么讲扫荡呢？哦，川普到底是在干嘛？哦，你看到到处都有在逮捕啊，摩托车司机啊，哦，各种的这个逮捕的状况哦，在街头上都可以看得到。这个地方现在已经风声鹤唳了。川普当然有他的理由，他说：“哦，我们这个首都已经变成全世界最不安全的地方，所以我要让它变成全世界安全的一个都市。”可是你看到像是街友哦，美国有很多地方都有街友哦。川普有一天跑去打高尔夫球，在前往这个俱乐部的途中，看到这个草地上有街友的帐篷哦，他就有点不爽，他就在他的 Truth Social 上面发文说，游民必须立刻搬走。结果4天之后呢，有人就发现哦，川普那一天发布的照片的那个街友已经被搬走了，而且记者还捕捉到推土机铲除营地这样的场景哦，所以就是这个川普不高兴了，立刻就有人动手了。而另外我们看到华盛顿此刻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请导播让我们看看这个画面，这是民众愤怒的上街头声讨川普政府，他们强烈谴责川普政府一系列备受争议的举措，包括你看到逮捕人以及把游民赶走像这样子的一个非常激烈的措施。而另外呢，还有一个地方也在示威，这是印度请导播让我们看看，在印度同样有大批的民众上街发起了所谓的这个抵制运动他们在干嘛嘞？包括加尔各答他们是说因为川普对印度发动了高关税所以呢，他们现在呢要表达抗议，并且焚烧川普的肖像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呢，这些示威者讲印度持续进口俄油相关的关税不公平的针对印度工人和农民，因为受害都是底层的人，包括公民，包括农民，所以他们起而抗议。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包括这个就是川普的这个借口或者川普的理由，就说你印度啊，怎么可以去买俄罗斯的石油？这个是低价石油，可是这个是被限制的这个是被制裁的。可是就有人说了呀，中国也一样啊，中国买更多啊，你怎么不去对中国实施惩罚性关税？可是川普就说我暂时不惩罚。所以你这个让印度怎么吞得下这口气都做一模一样的事情嘛。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外交部部长王毅时隔3年跑到印度去访问，为莫迪访问中国铺路。大家知道8月底莫迪要到中国大陆去访问，所以王毅先飞了一趟印度。那另外我们看到川普的贸易战打的这几个月来谁受益？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沪指刷新近10年来的新高， A 股市值突破100兆大关而且今天 A 股沪指收盘到3743点，是近10年来的新高那美国也一样，我们也可以看到美国周五的收盘涨跌互见，可是标普500创新高所以怎么回事？这个贸易战越打越烈，那这2个国家的股市越来越高，台湾也一样，股市也很高。来，亮哥怎么看？快出事了啦！快出事了！这个是一个警告吗？不是嘛？因为美国的通膨，你认为都不会起来。像最近的数字是2.7嘛，
那有人就认为美国为什么会这么低，增加这么少？因为美国的 CPI 2025，其中有30%到40%是住房。那因为经济没有那么好嘛，就只有人工智能股在好嘛。对啊，那经济没有好，就房屋没有涨价，所以就有一些因素把它拉下来了，你知道吧？还有国际油价，国际油价每桶只有59啊，那去年是69啊，所以也把它压下来了。所以这个就是奇妙的2个因素混合啦，就说总体经济有一些指标并没有好啊，比如说国际油价，还有美国的住房，可是呢，这个大家都认为川普关税拉高应该会有进口通膨嘛，因为有一些有感的物价都在涨嘛，最明显就是食品嘛。那昨天也有人在讲说，到沃尔玛买那个童装涨了50%，小朋友的衣服涨50%，就是这样啦，就是有感的消费在涨，可是那个占 CPI 的比重没有那么高嘛，就是这样了，那可是像今天大摩就发出，因为大家都有93%的人认为9月会降息嘛，大摩认为不会，所以又来了，就是大摩认为说不会吧，他又列举了好多指标嘛，这个洪庭比我懂等一下交给他这个川普事实上这一番操作包括这个那个非法移民还有关税，对，其实总的讲，他的民调是下降的。那个皮尤机构最近刚做一个民调，川普的民调现在是38，那原来支持他的人就是少掉了，现在只剩下85。就原来支持他的，比如说1月20号就职的时候，支持度是95有人投给他的。现在只剩下85，少掉哪一块呢？18到34岁年轻人，从92跌到69，差很多，这个跌幅很大差蛮多的。那我觉得当然一定是觉得就业不好啦现在真的就业不容易然后东西变贵了我觉得陆续在反映那至于他的经济决策，大概有55%的人是没有信心的啦。你不要以为他这个得分很大，说什么联邦政府收到很多关税这跟一般人没有关系这又不是经济。老百姓要的是生活变好嘛，或者成长率变高。那你如果去看国际货币基金，去年美国成长是2.8%，国际货币基金现在估计美国今年成长率是1.6，然后明年是1.4哪有好？所以我觉得他逐渐会开始看到有一些因素在反噬这就好像华盛顿嘛，他这个就很政治了，就是华盛顿的治安实际上是变好，用实际的数据，尤其是持械的凶杀案，川普就认为不好他的感觉就是不好我觉得他就是故意在找题目啦，然后因为总统有这个权利可以执行30天，那之后就要交给国会嘛，我认为川普也没有期待要搞到30天他就玩玩看那引发了各种讨论嘛，那如果这样玩，外面的反应还不错。搞不好下一个就是纽约那会很可怕。我觉得他就是这种人纽约比较难要州长同意没有总统的那个调国民兵进来，他有这个权。但因为特区没有州长，所以他对了，所以纽约比较难。纽约比较难因为国民兵州长控制的。对。好，来请教这个将军，因为美国对中国大陆跟印度这一方面的这个经济的，我们所说到的，它这个经济上的制裁，它对印度硬税率25%、50%，对中国大陆还继续保持，还要再继续再谈。那为什么对印度硬，对中国大陆软？我认为有3个原因。第一个，
中国经济体的体量大，中国经济它的国民总生产总共18兆美元，2024年，那印度只有3兆印度只有中国大陆的1/6，所以印度在这一方面，它的经济底气本来就不够嘛。那很简单那个川普直接对印度来讲，对印度开刀容易，对中国大陆开刀比较难一些，因为中国大陆底气够那第二个，这个印度去向俄罗斯购买石油除了印度自己用之外，他偷卖，他转卖到其他国家去了。那中国大陆没有，中国大陆买这个俄罗斯的石油是自己用，你这个又不一样了。这个是那么自己用，我就说自己用我没有去做其他的。印度这个是投机主义者，他还这么通通赚钱，尽量买多一点，我除了自己用之外呢，还可以在转手再赚一笔，变成就赚这个转手贸易来赚钱。那个美国看得很清楚那这个你这边那么投机取巧，在帮助俄罗斯经济复兴呢？因为俄罗斯在打仗正需要钱你一直帮那个俄罗斯推销石油去了，变成这个印度好像变成一个感觉到是一个石油输出国家，其实不是，它是转手把从俄罗斯拿来的石油卖到其他国家赚这一笔钱，它低价这个进货，然后高价转卖出货，要印度赚差价。那美国这方面，美国当然会下手第三个，我们来看这个中国大陆对印度跟印度对美国来说，中国大陆享受对美国的非常大的贸易顺差，赚美金，因为中国大陆赚钱，而且中国大陆持有的美债也高。你这样子的话，要不是对中国大陆之间是有为什么会那么高那么大的贸易中国大陆享受那么大的贸易顺差，那美国是享受那么大的贸易逆差，差在哪里呢？因为美国需要中国大陆的商品，中国大陆商品便宜，而且有互补性，美国也依赖中国大陆的市场，需要中国大陆多买一些美国的粮食。印度要不要？印度自己粮食来出口，他怎么会买美国的粮食？所以双方又具有这方面的互需性、互补性之后呢，那中国大陆在这方面是比较强，而且美国也希望中国大陆多买一些美国的美债不要抛美债那中国大陆是也在抛美债。但是抛的不多，它是一步步慢慢抛美债，不是大量抛美债。那印度有没有美债？印度也有美债，但是印度持有的美债不多，对美国的经济的影响力比较小，所以中国在这方面的影响力就会比较大。那美国在这方面不得不调整，所以中国大陆是有一些很明显的让步。来请教宏庭。我觉得大家对9月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察点，因为大部分的人都认为说美国在9月会遇到一些流动性上的问题。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财政部拼命的在卖短期的美国债，但是现在已经卖了3900亿了，那接下来还需要，因为这个钱还是不够。那整个财政部的一般现金账户里面的钱也低于过去的水位，现在有可能会掉到3兆底以下。那如果3兆以下，市场的信心就会有一点不足。那再来就是说，过去大家都在讲说2025年有可能会降息3码，结果2025年到现在1码都还没降。那很多人说贝森特是希望说要降2码那大部分人认为说2码不可能嘛，那可能是1码或甚至0码。那如果是0码的话，市场不如预期，那就会有一些危险。但我觉得这也就是为什么你看川普在面对跟普丁的谈判上面，你有没有发现川普非常急于希望赶快让俄乌战争停下来？对啊，因为我觉得他认为就是说，如果在这边财政的问题没办法解决的时候，那如果俄乌战争这边我的美军的军备花费、我的高油价的这个状况都没办法降下来的话，那美国真的会陷入一个蛮恐怖的这样的一个的阶段。而且大家不要看到，就是说贝森特最近一直被媒体跟市场上问说，现在的美国有没有可能回到当年1930年代就大萧条、斯姆特获利法案通过之后导致大萧条这个阶段？我认为当市场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大家都已经有了答案。所以当然我希望就是说，川普这一次泽伦斯基有7个所谓的欧洲的这个巨头一起陪他去美国开会，搞不好川普也会提说，你们要不要一起来分担一些短期的美债？那我也建议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要把关税谈下来，我觉得现阶段赶快去分担一些短期的美债，可能可以投穿川普的手。我们央行已经买了90万，不够啦，真的还要再买。搞不好还有买长期美债嘞。因为我最近常常跟美国的一些智库的朋友在聊，有些朋友跟我讲说，你不要太认真的去看，就 overthinking 川普在做些什么。
一个已经80岁的人，他有时候想事情没有那么复杂。你这有年龄歧视，没有78啦，这是人家跟我讲的啦，快80了啦这是美国的朋友讲的，不是我讲的。这样沈富雄会来抗议那哦。他特别提到，我们觉得在这里面，就是川普这次动用国民兵，我觉得有2种可能。一种可能是这样，就最近有非常非常多各国的元首，甚至各国的这个一级部长去开会，可是每个人看到 DC 都是 homeless。那有些人回国就讲说，哎，其实我跟你讲，特别是亚洲回国就告诉你说，其实美国的民主没有那么那个，你看他满街的 homeless 啊，治安又不好啊，环境也差啊，巴拉巴拉巴拉，这些讲了以后，川普觉得面子上挂不过去，他就开始动所谓的这个游民，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可能性是，最近 DC 确实发生了枪击案，那针对的是什么？是以色列大使馆。有2个职员受伤了，那大家知道，川普对以色列是非常非常的礼遇的，对，所以也有可能是因为这个样子，他做一个通盘式的这样子的一个 DC 特区的安全性，所以我觉得这2种可能都有，都很像川普啦，那就看社会大众觉得是哪样，但是动用国民兵确实不是常见的事情，对，只有 DC 特区是总统可以直接完全发号施令的，其他地方都要州长同意，但是确实，我觉得白人，特别是 MAGA 派是非常喜欢川普用重手去解决所谓的治安问题的，所以这某种程度上也在投他的选民的所好。可是回到经济，就像刚这个亮哥所提到的，为什么川普原本的支持者会慢慢的变少？最大的原因是，我觉得是大而美法案。也就是说，你花了这么多时间去做关税，这些你赚到的钱比不过你大而美法案帮富人减税的多啊。然后呢，关税最倒霉的是什么？是一般民众啊，因为所有的价格都转嫁回我一般民众了。在这样的一个落差底下，底层的人慢慢看清楚，说真的没有对我那么有利的时候，他的支持率就开始慢慢松动。是刚刚提到这个乌克兰战争哦，不到8个小时之后，我们看到川普跟泽伦斯基就会在白宫见面哦。我们看到情况前所未见呐，因为在美俄峰会之后。他们都紧张了，他们是谁？包括英国首相施凯尔、法国总统马克宏、德国总理梅克尔、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芬兰总理史塔布、北约秘书长吕特，还有欧盟执行会主席冯德莱恩都来了。他们陪在泽伦斯基旁边，要一起去见川普。BBC 就说这是现代前所未见的一刻，好，也显示美俄峰会之后，欧洲领导人紧张了、担心了、害怕了哦。因为川普不断的讲啊，泽伦斯基你立刻几乎可以结束战争，如果你想，立刻就办得到；如果你也可以选择继续打下去，就是开的条件你吞下去，你就可以立刻结束战争啊！哦，把这个球完全丢到泽伦斯基身上。那另外呢，当然像是克里米亚的争议啊，2014年他就实质被俄罗斯占领，可是西方国家是不承认的哦。那现在呢，他要逼泽伦斯基放弃克里米亚，并且同意永远不加入北约哦，有一些很严苛的条件，就看泽伦斯基怎么接招了。泽伦斯基对于白宫可能有一点点心里有阴影，因为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他在白宫跟川普见面，旁边还有他副总统范斯，那个时候他就被羞辱了。我们来看看。You're not in a good position. You don't have the cards right now. With us, you start having cards. Right, you're playing cards. You're gambling with the lives of millions of people. You're gambling with World War III. 所以明天过后，有没有可能泽伦斯基又要再被迫同意某一些事情？而且 you have no cards， 他会跟他讲你没有牌了呀，要不然嘞？好，我们再来看看，包括乌克兰割地。止战或者是沦为附庸，这是《华尔街日报》的分析。他说有2个状况战后的结局。第一个，乌克兰保有主权，成为领土缩小可是依旧独立的民族国家；第二，成为俄罗斯的保护国，重新被纳入俄罗斯的势力范围。那真的是很惨啊！《纽约时报》就说啊，普京拿到无限期的公乌通行证这个俄乌的高峰会这个俄罗斯跟美国的高峰会之后某种程度你就是给他打了一个通行证开了绿灯所以你可以无限期的攻占或者是占领这个乌克兰。因为其实在所谓的川普会之中啊2个人在讲话，同时俄罗斯的军队其实还是不断的在往前进还在打仗。那另外我们来看看市场的反应是什么？市场冷静的等待美乌会谈结果。专家说，川普可能会为了一件事情靠向俄罗斯。
包括能源的事情。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呢，川普的俄罗斯政策与乌克兰无关，而是与中国有关，这是 Fox News 说的哦。他说，川普他的盘算是要把俄罗斯拉过来一点点哦。让这个可能站在美国这一边然后这个他的目标是敲开轴心包括过去俄罗斯跟中国走很近这个轴心的这个合作在经济方面，这将减少俄罗斯对北京的依赖；在军事方面谨慎的控制对乌克兰的援助，足以支撑美国防线，以免耗尽美国库存或者导致局势直接升级。在外交方面，包括停火、降级局势，以及与北京保持距离，这个对美国也有利哦。那俄罗斯哪怕只是部分的疏远中国，对美国来说，它就有回旋的空间。而另外呢，普京说，提到中国可能是未来战后之后对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的确保担保国之一，因为包括欧洲的国家，包括中国，可能川普也要把它拉进来，安全保证，这是泽伦斯基要的。来，请教亮哥。我在谈的同时，大家不要忘了战争还在进行，是，而且俄罗斯占的实际领土是越来越大，然后也看不到乌克兰有反击的能力所以我觉得欧洲人跟乌克兰要先想清楚了。那请问欧洲人愿意帮你打吗？所以这个如果没有成，你回去，你可能会再失去更多领土那这个战争，普京就川普就不管了。川普事实上那天跟普京开联合记者会，他说我们很多事情都有交集啦，可是有一点没有办法有共识，我觉得就是领土交易嘛那领土交易，乌克兰是在乎什么？他在乎没有安全保证他举过一个例子说以前那个克里米亚。还有那个顿巴斯俄罗斯占领的部分嘛，那个时候不是土耳其就拿出来说来谈安全保证，对，很久以前讲过，2022年那结果乌克兰就说事后证明完全都是骗人的，就说用那个事实上就是缓兵之计，那最后就是要直接再打这是泽伦斯基的理解啦所以如果没有一个确切的安全保证，他是绝对不会签的啦那刚刚这个川普上次派去俄罗斯的那个特使那个 Witkoff， 他刚刚讲了，他说带来好消息说俄罗斯愿意给愿意接受类北约的准北约的安保安全保证可是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那大概的内涵就是说。可能有几个国家进来做保，那如果乌克兰被打，那几个国家就联动，就类似是集体安全就包括中国这件事对不对？现在不知道啦，担保国之一。不知道，中国愿不愿意我还不知道反正就是要有几个国家共同进来背书，不是北约是几个国家进来说，如果乌克兰被打，那就是集体安全就没有这个东西。乌克兰真的签不出来了那问题在于就是说，如果这个东西真的有成型那乌克兰真的愿意让顿巴斯跟克里米亚变成俄罗斯的领土吗？对，这也是一个，这个是普京的要求普京要的是国际承认对，我跟你讲就是国界要划到那里而且要承认，对，所以这个就是欧洲不能同意的部分因为欧洲认为二战的秩序如果这样就可以破坏那未来就有很多边界都是不稳定的，你知道吧？对，因为二战有很多边界都是重划的，是那波罗的海三小国最害怕嘛，因为他们曾经被兼并嘛那波兰是不讲话了，因为波兰是川普的好朋友他虽然很忧虑，可是不讲话。你没发现英国也不讲话吗？对，因为他也是川普的好朋友现在讲话最凶的就是法国跟德国那可是这两个国家，尤其是法国是最没用的德国还比较难讲因为德国人比较实在而且德国距离俄罗斯也比较近所以目前我认为是，我那天看到一个民调我吓一跳就是乌克兰对于美国的指望只剩下16%，
你说乌克兰人民对，就是那个皮尤做了民调，是对德国人的指望冲到63%，只能期待德国了。那没办法啊，就乌克兰人实在是没办法，只能够寄望美国啊、欧洲的大国啊，来挺我啊。那我可以这样讲吗？美国已经抛弃了乌克兰。不啦，也不要这样讲啦，人家川普也是很努力，好不好？在讲场面话吗？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好，乌克兰会怎么样落幕呢？这场战争，请问将军？我认为乌克兰它有3大战略短板，它没有办法克服。那这3个战略短板，这个是结构性的问题。第一个，它现在兵力耗尽了，那兵力耗尽的状况之下，它没有续战的能力了嘛，它防线都崩溃了。那在前2年，俄罗斯在这方要取攻势，俄罗斯的战损会相对的高。现在俄罗斯感觉到它整个推进的速度越来越快，换句话说，是因为乌克兰防线崩溃了，让俄罗斯的军队能够顺水推舟，顺势就攻进去。那你现在赶快停止啊！你不能停止的话，俄罗斯的话好像在割草啊，在赊到尾啊，一直在那边攻啊。那这样的话，兵败如山倒，那在乌克兰怎么办啊？那丢更多哦。你现在不谈的话，将来丢更多怎么办？那我认为现在不得不做一个战略停损。所以我认为最重要它的兵力耗竭。第二个结构性问题，西方不出兵，3年半都打下去了，西方是绝对不会出兵，不要再寄望了。泽伦斯基一直在寄望西方会帮忙，会出兵。全世界195国家，没一个国家愿意正式出兵帮助乌克兰打仗，就这么简单的了。你就是自己乌克兰自己打，那问题是打不住了，已经没有人无兵可招了。现在是这样子，战力薄弱了，后继乏力了，你怎么办？所以防线崩溃了，所以是这样，西方国家是不会出兵的，那美国更不可能啊。所以这很清楚，但是问题是泽伦斯基他不敢面对啊，没有这个勇气啊，这是很残酷的但是问题，这个就是乌克兰战略短板啊。当国家领导人，你要去面对啊，你不就面对？那现在乌克兰已经变成这个状况了，一定要割地求和啦。那么讲难听是割地投降了，这没有办法了。那现在又不愿意面。第3个，我认为他要保持战略弹性，他毫无没办法战略弹性。他就是乌克兰，就是泽伦斯基，他没有面对这种现实的勇气，现实就是这个样子啦。不要想到说理想什么乌克兰宪法了，不能割让领土了，那都是假的啦。一定要讲求实力原则。所以在这个方面要面对现实，实际上就是这个样子啊。不要再战略鬼打墙，还是他们谈着不可以鬼打墙，而且时间对他不利。对，不能这样子。他如果在第1年，他丢了这个土地还少，扎波罗热跟赫尔松州才一点点而已。对，那时候亚速钢铁厂刚打完，那还有一点点，他越丢打越多。现在已经3年半了，那不要再打下去了，不然的话，这个丢掉的更多，死掉的更多，欠的外债更多，那还得了？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好，台北时间明天1点15分凌晨的时候，对不起，是川普跟泽伦斯基要见面谈。来，请教洪婷。我想欧洲现在一定非常紧张，因为大家看到就是川普跟普丁2个人之中，在这整个会面的过程，我觉得有几件事情让大家比较出乎意外。第一件事情就是2个元首同车，那同车还有再来就是普丁离开的时候，克里姆林宫有公布一个画面，就是美军伴飞这个克里姆林宫的总统专机。那你想想看，这几件事情要有多大的互信基础才能完成？那我认为就是说，川普目前就是他的态度就是很明确。你看他刚讲就是说，如果你不停，那就要继续打下去。他的意思其实是，那你自己要继续打下去。所以这里面有几个关键的事件，我想3月31号《纽约时报》有做一个揭露，就是说，其实美乌在德国有一个联合作战指挥部，然后间接的造成了俄罗斯有所谓70万士兵的伤亡数字。这件事情我认为是一个转捩点，而第二，在6月2号的时候，大家不要忘记，乌克兰是不是大规模的把把俄罗斯的战略轰炸机炸得乱七八糟？对，我觉得那一件事情是造成美国跟乌克兰最大的分野，因为在3月多的报道里面特别提到，美军希望乌克兰固守现有疆域，但乌克兰跟泽伦斯基一直希望能够反攻俄罗斯。
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钳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以及台北市议员徐宏庭，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将军。全子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过去我们都说国民党他的做文宣的能力呀，跟民进党来说落后了一大截。当民进党已经上太空蓝营还在杀猪工。这一次呢，完完全全颠覆了过去大家对蓝营的想象，现在不再杀猪工了，终于上太空了。包括这个莱尔校长现在的番外篇也在网络上面热放，我们来看看。搞定了没有？搞定了！啊！我还没上车啊！我还没上车。好，错的路不要上车哦。这个象征着我们的这个领导的人物啊，是不是走错路还不听劝呢？包括你看到绿营的很多朋友也私底下给国民党这个宣传片按赞哦，或者上一个模仿南方四剑客这样子的风格的政治宣传片，觉得做得不错，跟过去来说差很多。可是，在公开的场合，当然不可能称赞。像是苏巧慧就说，国民党造谣不遵守法治一览无遗，讲的是说你模仿人家美国的动画片是不是这个未经授权？可是观众朋友，我们再来看看，你有嘴说别人，有没有看看自己？包括你看卢秀燕、柯文哲、馆长徐巧芯、陈玉珍，尤其是在大罢免期间是怎么样各种的2创、3创你模仿的风格其实也是国外很多知名的动画片呐。那我们再来看看，包括有很多绿友是真的还在奉旨要饭吗？今天国民党就开了记者会他们揭露了《零日攻击》的导演他拿救安基金补助2872万讲的不是零日攻击的补助啊，讲的是零日攻击的导演他是姓罗，叫罗景仁他们的团队啦。在过去的2002年到2022年到2024年之间获得劳动部的就业安定基金补助了将近3000万。那期间又帮赖清德、蔡英文拍摄在路上那一支宣传竞选的大选的竞选的影片那隔年文化部核定补助零日攻击7000多万那零日攻击是另外是由文化部补助的大家可能要搞清楚这个因果关系。所以呢，国民党就质疑说，这一位导演是不是就是绿友，然后拿民进党或是我们政府的相关的补助金，可是某种程度也可能是在攻击在野党，或者是做一些对在野党不利、对执政党比较有利的事情大概是这样子的脉络。那我们来看劳动部过去不是这个有一些争议吗？就业安定基金那个时候不是还有这个许明春去开演唱会那样子的一个争议那我们来看看劳动部的劳动就业安定基金，其实必须要给劳动朋友可能失业的各种的一个这个安定嘛和补助嘛。可是呢，他补助2000多万给这一位导演，他是做什么呢？他拍影片，他有拍影片你也不能说他都没做事。他拍一个影片叫做《阿房洗衣店》，这一支影片补助了1069万，可是得到的效果可能不是这么好，按赞数只有488个。我随便 po 一个文，可能也有这个1000多个，488个真的是偏少啦，必须这样讲，不好意思。然后2023年呢，又接了劳动部主题影片叫《纸扎篇》，补助多少钱呢？将近1000万呢，很高971万，按赞数多了很多啦，1761次按赞数。那另外第3支影片是在2024年补助的花了831万，按赞数只有202次。就说可能我们要很合理的去质疑说，我们花了这么多钱，而且是就业安定基金，你拿去补助这个导演拍出来的那个效果是怎么样这是在合理的检讨范围内嘛。那我们来看看赖总统未来会怎么做呢？仇中这一条路会走到底吗？我们先来看看包括文化部部长李远他说陆委会最近会锁定配合统战的台湾艺人，那李远这边会按名单来约谈。那另外我们看到这个所谓的
大陆人民入台籍哦，就是有一些可能嫁来我们这儿啊，因为婚配的关系来我们这里哦，现在要设条件，陆委会就说我们台湾籍呀很可贵，不是想拿就拿哦，像是这样子的言论，对于这些新住民来说可能会有受伤的感觉。那另外我们看看馆长最近不是到对岸去了吗？在深圳哦，他也开炮。第一个炮轰的是李正浩，第二位是于北辰。我们来看看，会有叫他田鼠哥啦，我们叫他一个叫李正浩哦。他说大疆无人机有什么了不起？他说我们台湾的无人机完全不输大疆无人，我就不知道台湾有哪个品牌的无人机，我还真不知道。麻烦，我就觉得真的很扯这个媒体真的已经扯到那种说谎都脸都不红了。请问一下，台湾有哪一个是世界说可以跟大疆 PK 的无人机？来，我们先请教亮哥怎么看哦？包括我们看到一些所谓奉旨要饭的事件，以及蓝营现在的文宣片哦，比起以前进步很多我觉得还是广义的民怨其实这个蓝营这些小编有一些我认识，你认识？他们也有以前也做过不错的可是最近越来越红。对，我觉得就是因为整个民怨越来越高了。那因为他用南方四剑客那个形式，就可以把很多的以前我们还记得一些民进党的一些破事，把它容纳进来嘛，所以就有点像小短剧那种味道。亮哥，我问你，这有侵权的疑虑吗？因为苏巧慧说这违法把他苏巧慧去告嘛苏巧慧大概知道他的市长越来越危险因为赖清德看起来要支持林右昌所以他去担心他的新北市长不过这个东西就是，我觉得你只要文宣引发二创那就成功了。他引发蛮多二创的，因为这个格式人家蛮熟悉的，是很多人都做过了。那可是我觉得他们那个脚本还是写得蛮用心的啦。是那因为最近当然有人就会对霸团还有文化界。是不是有一些人就是拿钱嘛？所以在这次罢免特别用力我们市场也知道王宏威在调资料那我相信他一阵子他就会整理出来了。那如果你这些人出来搞罢免，都是因为你拿到政府的钱，那也太 low 了吧？就太 low 了那事实上我还看到另外一个类比说过去。拿政府的钱，那些文化界那个导演拍的短片全部加起来还没有他一支多，因为他一支2天就26万了。而且其实很多人在转发，应该不止。对，应该不止。我讲说前2天，对，就26万。我主要是因为他有一个大平台啦，是，他大平台就是国民党的平台，所以主要还是因为这个啦那我觉得。赖清德恐怕仇中是一路走到底了啦，没解了，无解你想一想，连最近给他一些机会，8月15号做一点表达，他就死不愿意他发表那个2战的感言从头到尾没有提到中华民国没有提到8年抗战胜利那还连台湾光复也不愿意讲，就讲中战。中战是日本天皇的诏书，就叫中战诏书嘛。连石破茂都觉得不妥，石破茂说中战不够精确了，就是败战。石破茂都承认，你还要这样，我觉得真的蛮丢脸的啦。这个日本殖民台湾50年。死了多少人？然后他就只记得他的八田雨衣，然后还在那边最近那个片子也被人家重新拿出来，说台湾人跟日本人就跟家人一样
我的老天呐！这样的人怎么当中华民国总统？怪不得联合报写那个社论，说你这种人啊，不提抗战，只提中战，你凭什么当中华民国的总统啊？我认为这一次815，他把自己弄得更远了。我跟你讲，这个不是仇中哦，这个是彻底暴露出他的中国认同是零啊，就是他连中华民国都不愿意讲，真是可怕啊。这黄伟汉应该帮他辩护一下吧。黄伟汉以前写过一个脸书啊，说赖清德同时接受中华民国跟台湾很好啊。可是黄伟汉不是他的发言人呢。不，我是说他讲过这个论调嘛。那请问，那个8月15号赖清德这个姿态，他是中华民国总统吗？我觉得联合报的社论写得相当好啊。你连日本战败你都不愿意讲，中华民国是胜利国你也不愿意讲，8年抗战不愿意讲，只愿意讲太平洋战争。我的老天啊！太平洋战争是偷袭珍珠港才开始的，那是1941年12月8号啊。那之前1937年7月7号以来的那个战争算什么啊？对，怎么可怕成这样了？其实他如果都不讲话，也比写这篇好。本来就是啊，还要故意写，我真是看得有点火大呢。这是丢脸啊！你还好意思说你是中华民国总统啊？你要做全民的总统，做中华民国的总统，如果连这个都不承认，的确很多人是没有办法接受的啦。不过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这个议题啊，请问一下，洪庭算是在国民党也算是比较年轻的哦，那你是不是也给他们按个赞，还是你有什么意见？当然啊，就说其实我们过去就在讲嘛，就说政党其实如果它的整个的结构能够跟社会一致，那就表示说它能够沟通的跟社会是完全 match 的。对，那我觉得大家可以看得到，就是在这一次里面，那国民党这样的一个创意，其实某种程度上它出自于年轻世代。那因为年轻世代是看南方公园长大的嘛，你说像我好了，我都搞不好我都还在辛普森这一代，这个南方公园这一段已经还在我后面一点点，但是这个就是现在我们以人口数来讲，这个就是大家最大的共同记忆啊。而且你说，就像刚刚亮哥所提到的，就是说自媒体时代跟所谓的这个社群媒体时代，如果你能够创造出更多的流量，那就表示这件事情是成功的。那这样子的一个流量，它打到了过去国民党一直打不到的一个地方，我觉得是脆了。脆的地方它打得最凶、最精准。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就是说国民党找到了一个，就是说我要跟年轻世代沟通的一种方式。那我用你们所熟知的、你们的 lifestyle、你们过去在生活中你们所看到的这些影片，我来做一个二创，然后来做一个比喻，就是说我们最常讲一件事，影片要获得共鸣，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什么？要有代入感。像零日攻击这一次就没什么代入感，所以我看了我都觉得到底在拍什么鬼东西，看不懂。对，那代入感这件事很重要。那代入感之后，就像亮哥所提到的，如果更有 feel， 就会做什么二创嘛。对，所以代入感之后再有二创，那就表示这是一个成功的这样的一个影片。那我倒觉得就是说，不用那么认真的去看什么违法这件事情，因为美国自己做这件事情做了很多。那你今天在做二创的时候，你只是模仿它的格式，你不是拿它原本 original 的影片来做修正。如果你是拿它原本的，那可能还有版权的问题。但你如果是用形态这件事情，你只能说它是一个模仿。那它是一个，它其实严格讲起来也不算是二创，因为它没有拿原本版权的东西去做创造。你可以说它学习。你可以甚至说好，他有点画风而已。对啦，你可以甚至说他有点学习抄袭这样的一个模式，可是这没有版权的问题，他没有拿他的原片，对他没有拿原片来做修正，不像以前那个某个网红很红，有没有？专门在讲影片的那个就没有违法的问题。是，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很重要。那当然还有风向也很重要，但我觉得更重要是什么？更重要是我觉得在这一次零日攻击被揭露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是。我们的政府不能再得过且过。救安基金当初被滥用，拿去开演唱会做这些，然后现在又发现拿2700多万给导演去拍片，这跟救安有什么关系？而且这个好多钱呢。然后立法一支影片，我觉得1000多万，因为立法院现在它进入了一个僵局，也就是去年的有7000多万不符合它的项目的这些预算，现在 pending 暂停在这个地方。
民进党希望说行政单位用拨补、用公务预算去把它拟平掉，是，但是国民党这边不愿意。如果不愿意的话，这笔钱要有人负责哦，因为你没有用在该用的用途上，你就应该要赔哦。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面，我觉得这件事情要追到底，因为他们过去所揭露的7224万里面，有3784万是拿来做影片的，而没想到这3784万里面有2800万是给零日攻击的。对，那这个问题才大，没有是给零日攻击的导演啦，对，就给他的导演。对，那这个问题我觉得更大，也就是说，你原本有这么多，然后我还以为你给很多，没有，结果集中给到这个地方，那整个零日攻击拿了台湾政府公务预算那么多，还有甚至我们上次讲的最离谱的是证交所都能捐款。对，这几件事情都应该要立即改正，不能得过且过是这个委员在立法委员的这个一定要赶快把它追出来。来，请教这个将军。因为零日攻击，他花了这个国家那么多钱，也包含国营事业弄那么多钱，总共1亿3000多万，然后占了这个整个的费用的43%多，那么多。那零日攻击，他今天零日攻击的里面的演员还去搞大罢免呢。你这个零日攻击既然是拿政府的补助款，怎么可以拿政府的补助款当演员，然后去搞大罢免？你这个人为什么要用？你这个拿这国家的钱，结果拿去搞大罢免，民进党怎么可以这样来做？那这个非常荒唐的事情呢。对他应该改弦易辙才对啊。另外的，这个是就业安定基金，这2872万块钱，怎么可以？这个国库的钱怎么可以？这个就安基金怎么可以去搞到去对这个导演，就变成国库通私库啦，国库通党库去了？这是照顾劳工的钱，劳工好辛苦，赚钱拿的是低薪，做的工时长，结果你这个好不容易有这个我们所说到的这个就安基金，你怎么不拿去照顾自己的人去了？这非常荒唐的事情嘛，怎么可以这样做呢？这是照顾这些弱势劳工的钱呢，怎么可以这样？另外我们来看，我认为另外一个否定历史。你今天零日攻击，它这边内容也是这个荒腔走板，怎么可以否定历史？我们有些事情我们知道啊，这个抗战呢、这个8年呢，我们牺牲了321万6000多个国军将士，才把台湾就是赢得最后胜利，台湾光复，重回中华民国的怀抱。那现在这么只字不提啊？他对不起国军啊！这些国军牺牲多少的将士？今天国军的都那么辛苦，结果一句话都不提，就让就算能够带一句话带过也好，一句话都不提，好像跟空气一样。这里对得起我们这些国军弟兄吗？对得起我们中华民国吗？所以他认为啊，这个时候他们还在那边呢做勘拖，然后去美化日本人统治台湾，日本统战屠杀了63万台湾同胞，为什么不讲？这是台湾同胞，我们为什么被他出口气？这人死得那么冤枉，为什么完全不提呢？所以他认为应该尊重历史。我认为赖清德要勇于这个对历史要还原。是。